女儿学校家常会那天，于林说他在出差，可一转眼我就看到他坐在隔壁教室，帮前女友的女儿开家长会。小孩子一口一个爸爸我爱你。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在我将第3个电话打过去的时候，于林的手机终于打通。打电话什么事？我现在在外面出差，正忙呢。我看了一眼，此刻坐在教室里面正一脸期待看着我的女儿，说：今天是家长会，你答应小玉米会来的。电话那端很快就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才出声：老婆，你也知道，最近公司里面事情很多，我现在快要登基了，有你在，我相信你可以的，我们回来再聊。回来后，我就带女儿去游乐园好好的补偿她。电话匆匆被挂断，听筒里面传来嘟嘟的声音，只会让我对她的失望多1分而已。结婚10年，女儿6岁，可她陪伴在女儿身边的时间屈指可数。我微微叹了一口气，将手机揣回兜里，正想着该怎么跟女儿找个好借口安抚她的情绪，余光却看到于林此刻正坐在隔壁教室里面，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看上去是那样亲昵。忽然，一双白皙鲜嫩的手递给了小女孩一个棒棒糖，顺着那个手，我缓缓地将视线移上去，在看到女人的那一瞬间，仿若冬日滚雷，我只觉得周身的空气一下子降至冰点。唐妙然，于林的前女友。爸爸，我爱你。小孩子钻到于林的怀里，用着极其甜腻的声音述说着他对于爸爸的爱意。爸爸也爱小宝。此刻，作为我丈夫的于林正抱着别的孩子，说着他有多么爱他。呼吸猛地一滞，微微蹙眉的瞬间，眼泪就这样不费余力地涌满了眼眶。脑海里突然想起1个月前，于林曾经跟我提起，他在公司里面见到了唐妙然。说来还真是挺巧的，他现在竟然是我们合作公司的负责人。10年没见，感觉他好像跟之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保养的还真是好。彼时，我拿着筷子的手在听到这个名字后微微一顿，毕竟我太过清楚地明白，他们曾经是那样的恩爱。我放下筷子，微微抬眸看向他，他似乎是终于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倏然停止了自己关于唐妙然喋喋不休的话题。老婆，你别多想，我们之间已经分手10年了，而且他这次回来都已经有孩子了。虽然听说她跟她老公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其实那时候的我就应该微微察觉出来了，于林的心里从来都没有放下过唐妙然。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还那样清楚地记得他们之间已经分手10年？不然的话，他又怎么会这么明白他已经有了孩子，甚至还跟老公离婚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无声地告诉我，不管是10年前的于林，还是10年后跟我结婚的于林，对于唐妙然的在乎是我所永远都比不了的。就算是我们之间有了孩子也一样，就好比现在他抛弃我们，选择了前女友以及他的女儿。这一刻，我突然清醒过来，原来在那样多的日日夜夜，他都是用这样的理由来敷衍以及欺瞒我的。是了，他并不知道女儿才转了学校，否则应该会编个更妥善的理由欺骗我。于林是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到家的。他开门进来的时候，发现我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扯着领带的手微愣了一下。你怎么还没有休息？他从我的身边经过，我却能感受到他的身上带着一股不再忠诚的味道。我看着他径直走向厨房，然后倒了一杯温水，
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刺鼻陌生的香水味钻进鼻孔的那一瞬间，我下意识的就蹙眉反感起来，脑海里瞬间就想起在家长会上他紧紧地抱着唐妙然做亲子游戏的场景。他当然不会知道，那时候的我就站在楼上。我亲眼看着唐妙然装作不小心扭到脚，然后摔倒在草坪上，而于林连忙蹲下去，将他温柔的一整个弯腰抱起来，随后放在一边的椅子上。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小心呢？于林说出这话的时候，他的手伸出来给唐妙然按摩着脚踝。结婚10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对我付出过这样的温情跟细心。这不是因为有你在，所以一时间松懈了吗？你也知道的，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只需要做个快乐的小朋友就好了。这话还是你以前跟我说的，我都记得。闻言，于林手里的动作微微一顿，他抬头看向唐妙然，四目相对，两人眼中对彼此的那份深情，当真是称得上天地可见，也让我感觉恶心。不管是10年前还是10年后的现在，唐妙然永远有办法让于林为他心动。我拿过桌上的橘子，掰了一半放进嘴里，酸味压下了恶心的味道。怎么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东西吗？见我一直不说话，就这么直直看着他，于林放下手里的杯子，伸出手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自己的脸。真可笑，他竟然还知道要脸。你今天不是去出差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眼神躲闪，随后讪讪一笑。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项目，当天过去，当天回来。更何况，你知道的，我想我家老婆跟我家小宝了。他轻身，试图给我一个拥抱，可我却突然起身。他试图张开手来拥抱我的动作就这样落空。夜深了，睡觉吧。第二天一早，于林告诉我，周末的时候准备带孩子去游乐园好好的玩一下。小玉米听到周末要去游乐园的消息，开心地蹦跶着自己的小短腿，就冲到了于林的怀抱里。看着他对着孩子一口一个爸爸爱你，我突然有些恍惚，恍惚到感觉这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实，仿佛他真的很爱我们的孩子。毕竟昨天他对着别人也说过爸爸爱你，一个人怎么能那么虚伪呢？老婆，对不起，我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有些疏忽你了，所以我这不是周末特意推掉了工作来陪你跟小玉米了吗？你要知道，不管怎么样，你们在我心里的地位都是无法取代的。他将我跟小玉米搂在怀里，那些话我曾经听过无数遍，从最初的心安到现在的平淡如水，也不过几年的光阴。只不过那时候的我开始逐渐明白，原来感情平淡只不过是因为有些话从来都没有走心罢了。周末如期而至，于林买好票之后，就单手抱着小玉米进去了游乐园。他知道我喜欢坐旋转木马，所以第一个项目就拉着我一起去了旋转木马。我想起于林曾经第一次跟我约会，也是在游乐园。就在我走神地看着他时，突然不远处海盗船的方向传来一阵尖叫声，周围的人群很快就围了过去。随着这边旋转木马缓缓停下，于林一边抱着小玉米，一边拉着我的手，也走过去准备看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近这游乐园的设备真的是应该好好检查一下，总是隔三差五的就出现这种的问题。你看看，这不是又让一个小孩子受伤了吗？就是，你看这孩子血流的还不少，真可怜。不过，怎么好像没有看到孩子的爸爸，只有孩子妈妈一个人啊，真不负责。糖糖，你不能有事情，你绝对不能有事情。
你可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啊！于林长得高，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前方究竟是什么情况，而那声堂堂，下意识就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正准备开口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余光却看到他的眉头紧蹙，下一秒他就直接将小玉米放在我的怀里，然后拨开人群，那样焦急地冲了过去。随着人群的拨开，我眼前的视线逐渐明了，我这才发现，此刻躺在地上的就是唐妙然跟他的女儿。小孩子此起彼伏的哭闹声，女人手足无措的求救声，看上去果真是可怜得很。没事吧？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林很快就将小女孩抱在怀里，然后好一顿的哄，立马掏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我也不知道，海盗船的安全扣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弹开了，然后就弹到糖糖的额头上了。于林，我该怎么办？糖糖她现在流了这么多的血，怎么办？她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于林另一只手轻轻地搂住她的腰，然后将她带入怀里。没事的，有我在，不会有事情的。那一刻，我感觉于林早就忘了自己有个老婆。救护车到了，于林正准备跟着他们一起离开，我出声叫住了他：“于林，你要去哪里？”小玉米还在等他的爸爸呢。于林脚步微微一顿，堂堂伸出手，紧紧地牵住他的小手指：“爸爸，我疼。”直到人群散开，我耳边还回响着于林跟我说的那句话：“清怀，堂堂他现在情况不乐观，我不能见死不救，我送他到医院，很快就回来。你等我。”他又一次选择了唐妙然。小玉米在我的怀里扁着嘴巴问我：“妈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也会叫爸爸为爸爸呢？而且，为什么爸爸要不理会我去抱别的小朋友呢？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我收拾好心里的情绪：“不是，这一次是我们不要爸爸了。于林，10年都捂不热你的心，这一次我不想等了。”于林带着唐妙然跟他女儿去医院这件事情上了短视频平台，很快就传入了我父母的耳中。母亲二话不说就一个电话让我滚回家。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林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就应该跟他前女友保持距离，他不知道吗？人家有救护车，有警察，那小孩的妈也在，要他这个前男友跟过去凑什么热闹？女儿，妈到底是过来人，什么样的男人有什么样的心思，妈一清二楚。他这摆明了想跟那女人再续前缘呢。父亲在此刻微微咳嗽了2声，打断了母亲接下去的话。母亲沉默了下来，片刻后，她开口问我：“清怀，你说说吧，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打算跟于林离婚，还是跟他继续过下去？”离婚？我心里清楚地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巧合。唐妙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跟于林的身边，甚至努力插手我们之间的生活，无非就是为了想要取代我成为站在于林身边的那个人。于林不懂他的心意，可我是女人，恐怕我再明白不过。而我跟于林的这段感情也确实走到尽头了。既然他这么想要，我送给他就是了，毕竟我也没有对于林有多大的稀罕。离婚吧，但是夫妻财产和小玉米的抚养权得分清楚，我已经在联系律师了。于林是第2天早上的时候回家的，他的衬衣褶皱不堪，脸上的胡渣也长了出来，看得出来他照顾糖糖果然是很尽心。我走到厨房，看到上面放着一个我喜欢的抹茶蛋糕，于林很快就跟着我的脚步走了过来。清怀，你别生气。我转身将倒好的温水递到他的手里。
我生什么气了？你说的是昨天的那件事情吗？我笑了一下。堂堂一个小朋友，他受伤了，你作为唐妙然的朋友，对他的女儿伸出援助之手是应该的呀。你做得对，我应该好好的表扬你才对，怎么会跟你闹脾气呢？于林的眼神闪过一丝惊愕，看着他的眼神，我只觉得可笑。于林难道忘记了当初我刚生好孩子，患上产后抑郁症，每天对着他歇斯底里的咆哮，那时候的他是怎么跟我说的？他说：清怀，你能不能不要像个疯子一样，真的让我感觉很烦。他说：清怀，你要学着唐，学着别人善解人情一点，不只是你有压力，我也有压力的。那时候的我虽然大脑很疲倦，但我却清楚地明白，他说的那个人是唐妙然。也是在那天之后，我对他的爱意渐渐淡了，也没对他发过脾气，想着暂时当一对搭伙过日子的夫妻也还凑合。没想到于林呆愣地接过温水。对了，堂堂小朋友现在没事了吧？我走到餐桌上坐下来，然后慢慢地品尝着抹茶蛋糕。没什么大事了，就是一些皮外伤。唐妙然太紧张，他所以才一时间有些慌神了。那就好，不过于林，我放下刀叉，抬头看着他。你要记得，下次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做了，不然的话，小玉米说他就不要你这个爸爸了。于林点了点头，说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的。那天之后，于林每天准时上下班，甚至还开始给我带礼物。所以，当唐妙然主动找到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有多意外。清怀，10年不见，你的变化果然不小。此刻，我正站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小玉米放学。他走到我的身边，身上熟悉又浓烈的香水味，似乎是在无声地对我宣战。对了，这个香水味道还不错吧？是于林几个月之前去国外出差的时候给我带的。那时候我不过随口跟他提了一句香水快用完了，真没想到他就这么记住了，还把这个香水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呢。他转头带着笑容看着我。闻言，我微微笑了一下。你还是跟10年前一样，矫情做作，连带着你的女儿都跟你学的有模有样。不过就是一瓶香水罢了，这么容易感动，没品又掉价。他嘴角挂着的笑在这一刻凝固，下一刻他又露出招牌的温柔神色。矫情做作也好，虚伪也罢，于林喜欢不就好了。恰好这时，幼儿园的放学铃声响起，我看到小玉米高兴地跑出来。唐妙然的女儿唐唐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然后对着他狠狠地推了一把。我匆忙地跑过去时，小玉米整个手掌都伤得不轻，额头也开始渗出血来。我满腔的怒意在此刻迸发，我一把扯过站在不远处的唐唐，然后也学着他刚才的举止，狠狠地将他推倒在地上。清怀，你在干嘛？在唐妙然还没有开口说话之际，我就听到身旁传来于林气恼的声音。怪不得唐唐会突然这样推小玉米，而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于林走到唐唐的身边，然后一把抱起她，搂着她那样温柔的轻声安抚着：唐唐乖，我们是勇敢的宝贝，我们不哭。于林，唐唐就是不小心推了一下小玉米，而且他不是故意的呀。可是清怀作为一个大人，竟然出手伤害一个小孩子，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唐妙然红着眼眶，一脸委屈地对着于林开口。我懒得跟他们纠缠，马上抱起小玉米。于林，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离婚吧。说完，我立刻离开。现在小玉米身上的伤最重要。小玉米摔倒受伤的事情让母亲对于林更是不满。
他看一眼小玉米包扎的伤口，就对于林更讨厌几分。妈，小玉米要拜托你照顾2天了，我跟于林提出离婚了。我回到公寓的时候，于林已经回来了。关门的声音很快就惊动了于林，他显然是刚洗漱好，从卧室走出来，看到我的那一刻，一言不发，就这样径直地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我顺着他的步伐走过去，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份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书，摆在他的面前。他嗤笑了一声：“清怀，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跟我离婚，难道你不应该先道歉吗？”我眉眼微挑，用着极其有趣又感觉好笑的眼神看着他。道歉？为什么要道歉？他嫌他开口告诉我，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动手推一个小女生，就这件事情，我就应该好好的对堂堂道歉。于林，推他只不过是给他一点警告，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真想好好的扇唐妙然2巴掌。于林一时间微微张开嘴巴，就这样看着我。你在说什么？我难道说错了吗？唐妙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面前挑衅你跟我之间的关系，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女儿来争夺你。我真是觉得他的这种办法既愚蠢又可笑，可偏偏你也蠢得吓人，一次次中圈套。你这样，我真是怀疑堂堂会不会就是你跟唐妙然之间的私生子。于林猛地站了起来，动手将我狠狠地推到了地上。清怀，我真是没想到，你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把所有的缘由都推到无辜的人身上。果然跟唐妙然说的一样，你的那些温柔体贴都是伪装出来的，跟你这种人在一起，我才会感觉那样窒息。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那就离婚吧，反正你也不缺女儿。于林气得直接从口袋里面拿出笔，然后大手一挥，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清怀，你别后悔，到时候像条狗一样来求我，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我笑了，我最后悔的就是眼瞎看上你，跟你结婚。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手腕钻心的疼痛让我额头都微微渗出冷汗。我在路边打车，然后去了市中医院。我挂了急诊，护士让我去诊室等一下，值班医生现在还在巡房，等下过来。时间滴滴答答地流动着，走廊里面皮鞋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直到门被打开。男人熟悉的面孔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好久不见。舒成嘴角的那眸微笑让我恍惚间回到了15年前，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舒成可以说是我妈一手带出来的外科医生，当年舒成是我妈最得意的学生，每次周末他都会来我家蹭饭。而舒成天赋异禀，在毕业后过了仅仅1年，就靠自己的实力完美地完成了一台难度系数比较高的手术，在单位里很快就受到了领导的青睐。用我妈的话说就是，舒成这样的男人，一来聪明，2来长得帅气，3来会赚钱，4来就是会宠老婆，一看就是谈恋爱结婚的最佳人选。我妈对我说这话的时候，那表情恨不得当场重返20岁，然后嫁给舒成。然而，舒成聪明、帅气、会赚钱，这些我确实都赞同。可说他会宠人，怎么样我都是不认可的。毕竟这人从刚开始认识我那一天起，就只会肆无忌惮地欺负我。比如，他得知我在学校被高年级学长告白的时候，总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妈。而我妈每一次在得知我差点早恋后，会一边笑着感谢舒成告诉她这件事情，另一边拿着鸡毛掸子就追着我满屋子的跑。
再比如，他会在周末来我家吃饭的时候，每次都当着我的面夹走我最爱的鸡腿，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脸享受美食的过程。更过分的是，有了书城的存在后，我在学校的成绩开始雷打不动地成为了千年老二，而每次成绩公布的第一时间，他都会一脸贱贱地走到我的面前，然后对着我笑嘻嘻地说：“你好，千年老二。”书城这个人绝对跟宠人2个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手腕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猛地从回忆中抽身清醒过来，再次回神看到的就是他戴着金丝框的眼镜，然后低头垂眸，极其小心翼翼地给我处理着手腕上的伤口。没有想到15年后的我们再次重逢，我竟然会是这样狼狈不堪的场面。好了，书城好听磁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收回自己的手，起身就准备离开，手掌触碰到门把柄的那一刻，他的声音在身后传来，让我不自觉地停住了脚步。清怀，我送你回去，这个时间不好打车。车子开始启动，平稳地在马路上行驶，不知是不是车子里檀香的味道太过于熟悉，我就这么靠着座椅，沉沉地进入了梦乡。恍惚中，我好像梦到了第一次跟于林见面的场景。高考后1个月公布成绩那天，全校的排名也随之而来。那天的我被姨妈折磨得生不如死，连带着脾气都差到极致。而看着校园排名榜上面又一次排在我前面的书城，我只感觉情绪更加的低落加烦躁。所以当书城扬着那样得意的微笑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下意识就以为他要对我炫耀。在他刚开口的那瞬间，我出声打断了他的话：“我真的是烦透你了，书城。”大概是那天我的语气太过于冰冷，在转身离开的那一刻，我的余光看到书城的眼底仿佛闪过一丝受伤，而于林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更巧合的是，他跟我填报了同一所大学，而我却被我妈得知书城要去国外留学，可能以后都不会回来了。跟于林上了同一所大学后，他开始代替了书城陪伴了我的大学4年。毕业后，我们顺利结婚，并结婚生下了小玉米。就在我以为生活会这样平淡下去的时候，唐妙然却突然再次出现，打破了我们之间平静的生活。其实我也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他，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这段曾经让我感觉知足的婚姻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的眼泪就这样默默地开始流淌，脸上的温热感让我缓缓地苏醒。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车子已经开到了家门口。为这种渣男没什么好哭的。5年没见，你怎么变成小哭包了？明明之前欺负我的时候，战斗力还这么强呢。书城总是很懂如何驱散我的情绪，就比如此刻，因为这话，我下意识就想要反驳他。谁欺负你了？明明就是你欺负我。我撇开头，然后胡乱地伸出手将眼泪给擦拭掉。周围的气氛突然安静下来，我转头看去，就看到他微微叹了一口气。那你知不知道，因为喜欢，才会下意识地想要去欺负他。明明是黑夜，可他看向我的那个视线却是那样的明亮炙热。就在我呆愣之际，车窗突然从外面被用力地敲响。于林此刻正站在车子旁边，阴沉着一张脸看着我跟书城。下车后，还没等我开口，于林就用着尖酸刻薄的语气开口对我说：“清怀，我们之间还没离婚呢，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找好下家了？”我只觉得好笑，明明我们之间已经签好离婚协议书，且我跟书城之间清清白白，他不反思自己到来找我的晦气。于林气不过，
二话不说就准备过来拉我，却被舒成给一把推开。于林长期坐办公室的人，身体虚得厉害，踉跄了几步跌坐到地上。我拍拍舒成，走吧。母亲知道这件事情后，开始很费心，逮着机会就开始问我：“你说，你跟舒成有没有这个可能呢？”而我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回答他的问题。妈，生活不是电视剧，我拖家带口的，他一个黄金单身汉，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再说了，我才离婚，没有心情想这些事儿。1个月冷静期后，我跟于林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离婚那天，唐妙然也跟着于林一起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挽着于林的手，笑得一脸春风得意。真不知道，一个我不要的垃圾，他有什么好得意的？清怀，你别生于林的气，你也知道，感情这个东西是最没办法控制的。于林喜欢我，说明我们之间的缘分还没有结束。他说的真好，差点让我没把隔夜的饭给吐出来。是个人喜欢上你，你都说是缘分，恐怕月老都不知道自己有给你牵这么多红绳。清怀，你以前不是这样咄咄逼人的。于林蹙眉开口，我却觉得晦气，先一步走进了民政局。办理手续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拿着手里的离婚证再次踏出民政局的那一刻，有心酸，有难过，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毕竟，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于林的面前总是扮演着他喜欢的温顺人设，而现在，我终于可以选择自由地做自己。母亲为了庆祝我恢复单身，远离渣男，特地给我做了一大桌子美食，连带着还叫来了舒成。这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饭后，我妈拉着舒成问东问西，天生小玉米想要在客厅玩积木，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在客厅里面当着电灯泡。小成啊，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我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一个？我妈暗戳戳地问。舒成微微笑了一下，就在我以为他会拒绝我妈这个媒婆的建议时，他却突然来了一句：“阿姨，我有喜欢的人了。”小玉米的积木突然塌了，把我吓一跳。又过了一会儿，我妈命令我送舒成。走到门口，我不好意思道：“我妈最近不知怎么的，就爱说那些稀里糊涂的话，你别跟她计较。如果冒犯到你，我先跟你说声抱歉。”舒成不傻，我更不傻。他那么优秀，那么好，好到我根本就不敢去靠近他。我还清楚地记得，小玉米在离婚的那天晚上告诉我：“妈妈，你是不是要跟爸爸离婚了？”我不想骗他，于是点点头。我知道，父母之间离婚，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孩子。可我如果不这样做，我怕以后于林带给孩子的伤害会更多。妈妈，不哭，其实我也早就忘记爸爸长什么样子了。现在舒成叔叔每天都陪着我玩，陪我去游乐园，陪我看动画片，我早就已经在心里把他当成自己的爸爸了。妈妈，舒成叔叔是不是喜欢你呀？小玉米抬头，我惊讶地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好几次，我都看到舒成叔叔偷偷地看着你在厨房忙呢。我们老师说了，喜欢一个人就是时时刻刻地想看着他。所以，妈妈，你喜欢叔叔吗？我喜欢舒成吗？舒成带着温和的笑意说：“阿姨是我的老师，也是你的妈妈，我怎么会计较这些？我还等着阿姨给我介绍女朋友呢。”后来听朋友说，于林跟唐妙然准备去领证的那天，唐妙然的前夫不知为何突然找了过来。于林这才知道，原来不是唐妙然主动跟他离婚，而是前夫提出的离婚。
原因就是唐妙染婚后不知检点，不仅跟别的男人勾三搭四，还生下了不知生父的唐唐。而唐妙染的前夫无法忍受自己被戴了这样的一顶绿帽子，就跟唐妙染提出离婚。可唐妙染哪里会这么容易就跟他离婚？他聘请律师，硬生生地分走了前夫一半的财产，甚至还在外面造谣前夫婚内出轨，而他从始至终不过就是一个受害者。前夫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才主动找到他，而于林也在这个时候知道了一切的真相。别看我，恶人自有恶报，我不过是顺水推舟一把而已。舒成此刻正抱着小玉米看动画片，还时不时地拿起水果喂他。对了，冰箱里面没什么菜了，我们等下一起去超市吧，买点小玉米爱吃的排骨。就在我们出门的时候，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她让我马上过来一趟。我先跟你说，于林跪在家门口已经1天1夜了，你做好心理准备。舒成带着我跟小玉米回家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于林憔悴着一张脸跪在地上的场景。他的这个举止很快就引来了人群，看着人们议论纷纷的样子，我只觉得反感。也带着一起反感的还有于林。可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主动走过去跟他说话，无异不是将我自己放置于风口浪尖。舒成问我要不要过去跟他聊一下，我摇摇头，朝着小区里面走去。却不想，于林率先一步看到了我，他跌跌撞撞地起身，试图来拉我的手，却被舒成更快一步，直接给拦住了动作，并一把狠狠地推开。秦淮，我从没想过，跟我离婚后的于林会落得这样落魄的场面。毕竟当初他在我面前是那样坚定地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他，可现在后悔的那个人却成为了他自己。秦淮，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能不能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这一次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就算你不看到我的面子上，也要看到小玉米的份上。你不想他以后没有爸爸，被别人嘲笑吧？他说的这话实在是太好笑了，他该不会以为小玉米是有多喜欢他吧？小孩子只会比他更聪明，因为他们明白，谁对他好，他就对谁更好。你错了，小玉米已经有了爸爸，而且他早就已经忘记你是谁了。于林，别太自以为是了。还有，当初是你自己说的，别像个狗一样来祈求我，你这样只会让我看不起你。说完，我不顾他伤心掉眼泪的样子，拉着舒成就走进电梯。电梯门缓缓关上，我看到于林跌坐在地上，眼神极其无神地看着我。后来我听母亲说，于林喝酒喝到胃出血，在治疗好了之后还继续喝，现在已经得了胃癌，恐怕时日不多了。你要不要去见见他？据说他一直念着你的名字。我摇了摇头，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懂得珍惜。他应该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人会一直站在原地等着他。他本来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他却选择了义不平。而这个选择的背后，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他自己去承担的，包括痛苦。秦淮，我买了你最爱的酸菜鱼，晚上我亲自下厨，给你和阿姨露一手尝尝。舒成的声音将我思绪拉回，我点了点头。这个世上从没有后悔，从于林转身选择欺骗我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在心里离开他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